说起围堵，这似乎是美国对付新兴崛起国家的老招式。从美国频繁使用地缘政治手段围堵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大致认定这一手段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拿俄罗斯来说，尽管其应对北约挑衅的姿态十分强硬，但是这仍然掩盖不了其生存境况艰难的现实。但是这一手段并不是美国的特权，中国也在默默布局，且手法更高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目前秘鲁新总统一上任的一个对华举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综合路透社以及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的报道称，秘鲁新总统卡斯蒂略上任的第一周就急忙向中国发来友好信号，这一情况是比较罕见的。我们知道，依照美国霸权思维来看，秘鲁处在南美洲西部，相当于是处在美国的后院。这一点从历史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长期以来，美国就主导着自己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这是为维持美国本土安全以及周边局势稳定的需要，而另一方面这也为美国从拉美国家攫取利益提供了便利。不过，美国一味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的做法终究是不得人心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上。表面上，印太盟友们都十分配合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挑衅举动，但是这样的一个联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其内部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围堵大网并非坚不可摧。事实证明，在当前世界局势总体和平的态势下，经济联系远比所谓的军事同盟关系来得更加紧密、坚实。秘鲁总统一上任就火速同中国驻秘鲁大使以及中国矿业公司的高层会面，共同谈论秘鲁同中国的贸易问题。从这一时间的特殊性来看，秘鲁新总统十分注重同中国的贸易友好关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相比于美国单方面的霸权压服，中国这种互利互惠的帮扶举措更加高明，这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成本，而且还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打破美国的围堵。可以说，类似这样的拉美后花园完全就是多多益善，届时美国的围堵也就不攻自破了。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最新消息，8月6号0时至8月10号24时，南海部分海域将展开军事训练，无关人员禁止驶入。相关媒体指出，中国这次军演禁区达10多万平方公里，是南海最大军演禁区。值得一提，去年这个时候，中国也曾展开过一次大型军演，演习期间，解放军还向南海发射了大量弹道导弹。尽管到目前为止，解放军并未对此次军演发表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在外界看来，解放军是在发出最强军事警告。据悉，在中国方面宣布在南海展开军事演习之前，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刚对外宣布，美国陆海空军以及陆战队当前正在联合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即日起至8月27号，在印太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毫无疑问，这又是一起专门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这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频繁在南海挑事，美军单方面闯入中国领海不说，还怂恿其盟友闯入中国领海。前不久，美国方面就曾忽悠英国航母闯入中国领海12海里内，以此来证明美英间的特殊关系。不仅如此，美国还拉拢南海周边国家，试图打造一个针对中国的包围圈。菲律宾是一个，越南是一个，就连东盟国家如今也成了美国拉拢的对象。当然，除了此次联合英日澳展开军事演习以外，美国从8月3号举行在17个时区的军演，一直到8月16号结束。该演习是自美苏二战以后，美国海军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不少军事专家对此表示，这场演习是为了向潜在对手展现美国可以在不同时区应对威胁的能力。表面上这两次演习并不相关，但实际上美国还是冲着中国来的，其重心还是在南海。话说回来，既然美国誓死要越中国红线，那解放军又怎么可能没有准备呢？早在美国及其盟友不断挑衅，造成南海局势日益紧张时，解放军就在加强南海的军事建设。肉眼可见的就是在南海的军事演习的次数越来越多。为了给西方收手的机会，虽说中国并没有予以开火作为回应，但演习就是在告诉挑衅者，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绝不动摇。美日印澳前脚准备逼近印太，后脚解放军就演习，相当于第一枪前的最后一次警告。西方狂，解放军比西方还狂。倘若西方再不停止危险举动，解放军不介意关门痛打恶狗。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可南海是中国的家门口，敢在这个地方开火，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出气筒吗？届时一旦炮轰，西方很可能会求中国保命，让我们拭目以待。在前不久，中印举行了第12轮军长级会谈，会谈结果如何呢？随后官媒一条消息让印度国内高度紧张，解放军意能力又得到极大提升。彭博社援引一名印度高级官员提到，这次会谈以后，中印双方同意从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沿线的另一个摩擦点撤军，而且双方部队撤走兵力和装备以后，将建立一个非军事区。
任何一方都不会在此巡逻。而争议最大的德桑普平原并没有被讨论，分歧仍然较多。事实上，双方仍然还在一些摩擦点持续对峙。之前还有报道透露，印军不断在边境增兵，扩建边境机场、通公路、建桥梁。俄媒、英媒此前都曾猜测，印军可能趁天热在边境重演冲突事件。要想中印边境完全稳定，几乎不大可能，还是需要时时刻刻提防着惯于投机的印军。而在中印会谈以后，中国官媒一条消息让印度国内炸了。在8月4号，《环球时报》发出一则新闻，提到中国最近开通的西藏高铁拉里线首次执行了一次军事任务。复兴号高铁把解放军招募的新兵从西藏拉萨运送到海拔4500米的某处训练基地，这是该路线首次完成军事运输任务，意义十分重大。高铁是大规模运输部队、军事设备和后勤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一般公路运输缺点是速度慢，而航空运输缺点是数量有限，而高铁运输对上述运输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而拉林线高铁连接拉萨和林芝，单程用时只要3-5个小时，比公路运输时间缩短了一半。对此，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周刊》对该消息十分关注，并称虽然没有提到这些新兵运送的目的地，但从《环球时报》之前报道使用的同样海拔数据推测，训练基地应该位于中印边界附近。因此，印度斯坦时报也刊文称，这是中国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努力的重要部分。中国为了加强快速投送部队，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公路、铁路和空运的运输网。对此，有印度人表示，我们2009年就开始修的那条45公里铁路，我想知道为何还没完工。还有人提到，这条铁路的恐怖之处在于，它能源源不断地向边境快速输入解放军兵力。我不知道我们铁路进展如何，否则该如何打？其实，在去年6月，央视就展示过解放军如何利用现代运输工具进行整建制兵力投送能力。近7000人的部队和武器装备，仅在4小时内就完成跨越千里的投送，这都是在警告印度，没事别瞎玩火。前不久，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表态，正在探索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一样对付中国。然而近日美媒却称，美国正以杀死苏联的方式杀死自己，这一观点引发美国网友大量共鸣。近日，美国安哈尔的网站刊文称，美国已经逐渐变成了自己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像苏联一样因绝望而死去。美国曾成功输出意识形态，催化了苏联解体。文章称，苏联意识形态和西方完全不同，随着苏联解体，似乎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胜利了。然而，一种并非真正自由主义的新思维方式开始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不仅支持个人自由，还支持激进的自由观念。今天的美国人已经对其失去了信任，人民都在谈论如何逃离这个建国才234年便患上老年病且摇摇欲坠的国家。这一观点引发很多美国民众的共鸣。有人称，其实民众精神风貌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精神风貌。上世纪80年代，美国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人们也更包容、自信、乐观。然而现在的美国，人们易怒、敏感、自私、排外。美国枪击事件频发，以自由为名的零元购排斥其他族裔，过度要求的政治正确，美国也越来越敏感、神经质、自私，其实就是越来越不自信的体现。反观中国已经存在5000多年，但到现在仍然还保持着年轻。对此，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文章称，继在冷战的经济、军事、政治前线发起反攻以后，中国开始挺进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前沿，中国不再惧怕美国。一直以来，美国民主党对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重视程度，堪比美元霸权、军事优势，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不是在战场，而是在意识形态博弈中战胜了苏联。但遭遇疫情混乱治理、国会山冲击事件、骚乱不断等事件以后，美国意识形态光环已经不在。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著名智库专家理查德·哈纳尼就曾警告，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在这场疫情中，在其他国家陷入经济崩溃、治理无能的背景下，中国高效模式取得的成就成为高光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开始让外界感受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坚守自身对于民主和价值观的认知，中国人也更看清西方虚假的价值观。美国已经很难再用意识形态颠覆中国，反倒可能会自食其果。